我全身上下最满意可能是腹肌，秀一下腹肌。好，那我们感受一下咯。还算厚实哈，厉害。这个也是我的更衣间哦。你这在车上换衣服吗？我很长。麻烦你车停哪里？告诉大家一下。那还有可怕的就是会有人从后面这样子摸吗？有，为什么我很讨厌跑晚上？一就是危险，二就会遇到喝酒醉的人，不管是男性或女性嘛。您现在收看的是传播地频道。Hello， 大家好，我是传播地。首先要感谢每位付费订阅的会员，有你们的支持，节目才可以一直直播下去。如果你不想要每个月付费订阅的话，也可以使用超级感谢功能给我们支持鼓励哦。今天欢迎一位帅气又健壮的计程车司机国春。你好，各位同学。大家好，各位同学，大家好。不知道讲什么，有点紧张，有点紧张吗？对，因为第一次上算 YouTube 性质的节目。那你之前都上什么？之前就直接上媒体，或者是直接去电视公司。上过哪些厉害的节目，说给大家听听？我第一个上的就是吴宗宪的宪哥的综艺大热门嘛，然后一上去就被要求脱衣服，所以就开始有点恐惧。据说是不是你对于开健身然后被叫大哥这件事是有一些意见、有些想法的？为什么？所以是这种敬语嘛。但是我才30多岁，那在这个行业我其实算是年龄算是比较年轻，对，偏轻。可是我也会被一些可能40、50岁的长辈啊，甚至退休的也叫大哥。有时候我甚至还会说，那个我比你年轻点，你怎么会叫我大哥？然后说不好意思大哥。但是我会好奇说为什么这样啊？礼貌嘛，对不对？我现在也是有点嘴软，就看到司机都不知道叫什么，因为我自己年纪不小，像我也42岁啊，就好像很多人都会比我年轻，都不好意思叫大哥大姐这样子。对，所以应该直接叫称呼司机或者司机先生、司机小姐，会比大哥。所以你喜欢听到这样的称呼？对我也不排斥叫大哥啦，只是我会觉得说，为什么会叫大哥这样？所以我才会写。我就想要把这些东西如实的记录下来，然后打破这些刻板印象。但是你的生命中的历程跟大哥这2个字也是一直有关系，对不对？有非常大的关系，因为以前也是年少轻狂以前就是有跟过大哥，辍学的时候有加入，对，跟过一些大哥，那就是屈就于当小弟的时候，自己也想做大哥嘛。我最想当大哥的时候，结果我一直成为别人的小弟这样。那当我有一天就是算是从良，可以当大哥。从良没有，也不是有资格，就是从良之后，我想要好好就疯狂的好跑车赚钱，就是很单纯这样。结果每位乘客都叫我大哥，这样就觉得反。另外一个层面的大哥，对，另外一个层面的大哥，从那种大哥到这种大哥，对，没错。OK， 那你喜欢健身，你一开始是为了想要跟人家拼输赢，是不是？输赢啊，然后那时候举哑铃只是为了说我在跟人家打架的时候可以占优势。真的是这样，我当初真的16岁我就开始接触健身了，就会举哑铃。因为16岁就有打架的这个需求。对，但是被打比较多。我有一次就是头被安全帽打爆，跟人家打架，然后我发现我再撞都没有用，因为现在都是拿给吸的嘛，就是用工具这样。对，那今天来就是要宣传你的一本算是健身的写真散文，对不对？对，它是有别于以往一般传统的写真集，就是大部分都着重在于图片嘛。这一本书其实文字我也是写了很多，大概有我算一算快2万字。因为有些人喜欢看我的身材，他不喜欢看文字有些人喜欢纯文字，那不喜欢看照片。那我就想要，那我就是一个集合体就对了，权衡对折中的方式去结合。那我看完了啦，就是有很多东西可以阅读，然后可以从他个人的角度去了解健身司机这个产业，他的观察，没错，而且也可以观察他的身材。身材是算观察吗？还是我们算浏览？我们会观察，因为我们会很仔细的看，是特别仔细，对。那这一次跟这个我们的摄影师胡里安合作，感觉怎么样？因为我的专业是文字嘛，对。那摄影这方面我没专业嘛，我只会被拍嘛，跟运动，我只要把身材练好就好了，然后其他就是我很放心交给胡里安，就是交给摄影师。好，那我们来看看，在很放心交出去之后，拍出来的是什么样的内容物。第一篇就是先来个刺青，你对我本身16岁我就开始在接触刺青，也是因为那些大哥的关系吗？也不是，那时候也觉得崇尚自由，因为我很小，我就是有点像是孤儿这样，我妈妈就大概在我15岁就没有跟我住，就经常不在家。对，然后后面就是几乎就是没回来，所以我跟我母亲最久一次没见面是大概5、6年，隔了5、6年。你说青少年之后吗？对啊，然后我又是单亲嘛，所以变成我那时候孤立无援，只能。但他会给你零用钱过生活吗？没有，也没有。5年之后就没了啊，那5年就没有了，我就完全
啊，讲难听就讲直接就是被抛弃啊，真的是，所以我才是中辍生嘛。我其实国中都没毕业就休学，但辍学。但还好有遇到那些大哥，虽然不见得是正途，但起码有人照顾你，是不是？我们可以这样说。对，我们可以说那些大哥其实也是社会边缘的一个区块，可是你跟他们相处会觉得说很踏实啊，起码你在他们身上获得一种认同感。在学校是你没有的，因为学校你成绩就是很差，你就掉尾段班，你就放牛班，你在学校找不到成就，但是在他们身上找得到。对，你身上有多少刺青啊？就差不多就这样，然后背后就背後一整片，然后这也不到半甲嘛，就是也不算半甲，这个是慢慢拼一块一块拼凑而成。哦，是哦，是拼出来的，它不是一次设计的图案。不是。所以怎么会想要把这些刺在身上？一是喜欢嘛，就是喜欢啊。得知我去那个，因为那时候贝克汉流行刺这边，刺这边流行刺在这里腰间，刺这边很痛，晒不到太阳的地方刺起来都特别痛，这个我有感触。你身材很好好吗？不是，因为这一块就是因为这背后的肌，对吗？背后的肌肉，从正面可以看到，有人告诉我说，哦，这是很厉害的代表。这是真的吗？是吧？因为我我之前在迷一个叫做街头健身啊，我听过，就是会暴力上什么那些，我就是比较什么是暴力上手？就是暴力上杠，就是它英文叫 muscle up， 就是我们不是一般当兵引体向上是这样吗？就会，但是我会直接撑上去，类似像这个。这个算是单手的，对，也可以，这个也很难的，这个已经暴力上杠是直接升到杠上面，对不对？但你这单手要撞平衡超难哎，很难，对啊。然后接下来就是看到比较辣的，这也是就是生活的一环嘛，会洗车。对，我拍这个就是希望有个主题，就是可以跟我们计程车做连接，就是把你们的整个生活的影像都结合在里面。但平常也会洗到这样子，就是衣服透透的吗？可能不太会，应该不至于的，怕对面的一些邻居可能报警了。对，其实没有露很多，但就是有一种辣感，就像你看，如果女生穿这样，你也觉得没有露很多，但是觉得很辣嘛，对不对？对，这也是还可以吧，身材。我觉得身材很好，我自己看了都觉得叹为观止。我现在可能因为这当初减脂减的这样就是情绪都有点失控。可是那时候体脂现在就好一点。差不多7，很低耶，7到9。好，我们还蛮喜欢这种日常生活中的性感，是日常生活，就是你在路边好像真的会看到有人在做这样的事情，然后会忍不住多看他2眼。我们同性恋就是会忍不住多看2眼，是吗？是真的吗？一定会的啊！如果你看到有辣妹穿这样，你在路上会不会看2眼？必须承认，可能对吧？就是眼睛会忍不住飘过去一下，会上下打量。对啊，就是边走边看，也不好意思看太明显。对，我真的很喜欢你这一系列照片，还有像这个，它也没有多裸露，但是你看这些线条，你自己觉得练得还不错吧？我全身上下最满意可能是腹肌，体脂肪低，因为我腹肌秀一下腹肌，现在不知道还有没有？机器在正面，这样还有吗？你可以站起来秀，这样看得到吗？还有吗？有，还是可以借我感受一下。你觉得最厉害是这个是不是？那因为我腹肌是对称的，所以这个是跟基因有关。有的人我知道有的人不对称，对，他就是会上下有点错位的感觉。对，那没有办法去修复的，那是基因。好，那我们感受一下咯。还算厚实厉害，谢谢。来，掌声给腹肌一个鼓励一下。给腹肌一个鼓励。平常真的就是路上会这样接电吗？接电我不会，但是有时候会看茶水香啊，这也是我很满意的，因为这个腹肌拍得很美，对不对？应该是没有修图啊，对我没有修图，很厉害，而且这张有点像邱杰凯，贾静雯的老公。他腹肌有那么好吗？什么意思？对，不是我没有看过他的身材了，所以我喜欢那一句，他腹肌有那么好吗？可能有，他可能比较偏瘦，他偏瘦。对，我记得他是瘦型。我觉得这张很好看。这个回眸就是有暖男，但又有 sexy 的感觉，很适合做一些道路救援的广告。会不会有我在就请你放心。然后接下来就是比较居家的生活的场景，你会做菜哦？会，因为以前都没钱吃饭嘛，所以要自己做。对，拿手菜是什么？我一开始会卤肉跟麻婆豆腐做饭，卤肉很难但是它便宜。因为五花肉便宜嘛，然后可以吃很久，它可以标本啊，加很久。那你卤肉的那个酱汁的秘方有什么？到油冰藤对，酱油膏，还有五香粉。那你也会煮哦？传播店我只会说而已。对，然后还有大量的油葱酥，有时候我会丢2粒八角，
哇，是真的会做菜的男人哎。所以现在是结婚有老婆小孩了吗？有，会做给他们吃吗？会啊。小朋友现在不吃什么？不常。没有，因为你看我拍这本计划半年，我那半年几乎都在吃水煮餐啊、鸡胸肉，所以这个不能叫老婆，他们没有办法的，他们没有办法，你都一定没办法，因为那个真的太恶心，会生气，会哭。我那时候知道这个版味会哭。呈现这么样的好身材是必须的，这个也算是，这很厉害哎，这也是我的更衣间哦，我真的时常在做。你真的在车上换衣服吗？我很常。麻烦你车停哪里，告诉大家一下，让我们去经过。希望我们有一天可以在路上遇到他在换衣服。另外一个我觉得很帅的，就是很有韩剧的感觉。他会帮客人撑伞吗？这是真的也会。哎，我觉得这个是件蛮体贴的事情，是规定吗？我们因为我是在高铁排班，所以基本上高铁的车队会靠航那边的车队的规定，一定要对啦，正常是没有法规是没有限制，一定要帮客人服务，但是我们都有啦，因为有时候服务到不只是像这样年轻貌美的女士，也是有时候妈妈带小孩啊，身障人士或者是什么诸如此，而且我们后车厢也要净空，因为大家好像都会认定说，好像计程车服务都不好，很凶什么。那其实我排班的地方是不会有这种情形，这些都在规定以内。必须说，因为这真的不是这个不好就等于整个产业不好，但真的有参差不齐。参差不齐是有，这也是为什么我都在高铁排班的原因啊。因为高铁它特约制的，所以变成不是你所有的司机都可以去排。对，因为我其实也不想说什么司机大哥或是任何人，但是一定有遇到。我遇过有一次近期最离谱的是，我在后座的时候他在抽烟，然后是电子还是？没有，就是传统香烟，然后他没有开车窗，我真的吓坏了，伸手不见，不是因为这种事太罕见了，因为几乎没有这样子的状况。但我知道那是纯属个案，没有，但而且那个是可以投诉，我知道一定可以，因为这个就是所以那个太夸张了。但你在书里面你有说客人有挑车的权利，但像你们司机是没有办法挑选客人的，你是蛮有感触的，没办法，对啊，像我前阵子也是载到坐霸王车的也是有啊，你要怎么去避免？因为今天他跟你不管是电话叫车还是什么叫车，你顶多就知道他的电话是几号，对，那你没有办法评估出这个人怎么样。司机这行就是承担风险，那再来是暴力的行为也很容易在这方面。为什么？因为通常乘客都坐后面，那司机在前面，我们是专注看着前面驾驶。会有遇过这种事？哎，很多哈。我前几天对，就是我排班，不是我听说，就是我们在排班的地方。他就遇到，而且车都被抢走。反正他就带绕，说要找阿嬷，20几岁的人找阿嬷，然后绕到很远的，就是偏僻的山区。然后付钱的时候，他就放一个纸袋，就是袋子，就一直要他装钱。然后他再拿一个子弹这样，真的子弹这样放上去。就算他没有枪，我也会吓死。那司机因为也是有一些年纪，当然什么都给他，只是没想到说他把他用，因为他停的地方在公寮，然后他把他叫下车还。就是有对他做殴打的动作，还用后束弓，就是水管去把他勒毙，就是勒到，但是还好他没事，但是他那个行为很明显就是要置人于死地，所以这个太可怕了吧？很可怕。然后最后他车就开走。你们风险真的很高很高。就一般人大概更没有想到这个层面，就是可能人心不坏，就不会想到有人会做这么坏的事情。那这也是我出这本书的原因，因为我想要让大家知道说，其实这个问题。一直在发生，对，就从你们这个角度出发去来看搭车这件事情，尤其是在疫情这几年，大家过得很不好。那如果在吃不饱的情况之下，其实犯案率也会相对提升。而且他载到那个抢匪的那个地方，也是我每天经过的地方。所以如果那通任务是我按，我不晓得现在我有没有办法做到这边，太可怕了。那还有可怕的就是会有人从后面这样子摸吗？有这个，是不是很多？很常遇到。我刚跑，为什么我很讨厌跑晚上？一就是危险，二就会遇到喝酒醉的不管是男性或女性嘛，有些女性就是要直接车上就当做自己的房间的，就开始我说不能抽烟这样，然后有些是要拿着烟还要去前面弄你的仪表板，我就遇过啊。那通常这种脱序的行为都是发生在喝酒醉的情况，所以我才用那一张照片说就是示意说还瓶酒，对，就很无奈啦，就是会发生这些无奈的事情。不过对你而言，就是每载到一个酒客，也是帮这个世界上省了一个麻烦啊。这是使命感，这是使命。你现在酒驾嘛，我们一直在提倡不要酒驾，所以计程车司机他其实是在这社会上是肩负很重要的一个使命，因为我们服务的酒客越多，那相对来说，那这个社会上发生酒驾几率一定就是越少。我们如果服务你，那又会提高说安全上的疑虑，所以其实我们是真的是很辛苦，所以请大家多多体谅。掌声，谢谢，辛苦了。好，在这么辛苦之余，我们要来一个
快问快答的快问快答吗2选1，那不能思考，立刻告诉我哪一个选项是你比较能够接受的。好，第一个是客人掉手机还是客人掉现金？比较可以接受的可以接受吗？掉手机，好，忙到没空吃饭还是忙到没空上厕所？忙到没空上厕所。情侣在车上大声吵架还是情侣在车上妖精打架？等一下妖精打架是什么意思？就是那个的意思。哦，那个。对，那我觉得还是吵架比较可以接受。客人全身湿哒哒搭车，还是客人在车上缝隙塞垃圾？湿哒哒搭车。被夸奖身材好好摸一把，还是被夸奖长得好帅要电话？当然是要电话。好，我们一题一题来讨论。你说，好，掉手机是比较你可以接受的，处理起来比较不麻烦吗？你看到掉手机，它就是一个物品。对。可是你如果掉现金，它一定是钱包嘛。如果今天我拾金不昧过去，他跟我说现金少，那就是变得很麻烦。我里面有8000块现金，为什么现金都不见了？那我要怎么解释？我以前就讲的啦。对啊，所以要怎么解释？所以为什么现在越来越多人就不会拾金不昧？他里面就有钱包装作没看到就走，避免。尽量就是提醒客人说，麻烦检查一下你的东西有没有掉，不要多花30秒，省得你以后麻烦30天这样。不过还好，我送回去他有再给我一次车资啊。这是应该的吧？对，是应该。但是有些人不要啊，他会认为说你没提醒他。可是如果今天是后车厢，就是我们有提醒的义务，因为我们帮他上下行李嘛。后车厢我们如果他可能一下车你就开走，就是你的问题。对，所以都是我的问题，这个都是我们的问题。可是你掉的东西就还好了，就不是我们的问题。所以就有车。好，刚刚第2题是忙到你选没空吃饭，没空吃饭是可以接受，对，这不能接受不上厕所，不能，因为我水喝的量太大。那你们上厕所怎么办啊？找加油站？就是还好说没有因为我是在乡下嘛，所以其实它很多便利商店它都是有停有附厕所，而且有停车场。如果我就没有办法停车，我没有办法在台北跑车这样，因为你天天去加油站，说实在有时候也会影响到别人做生意。如果没加油的话，所以台北的话，我发现他们职业驾驶都不敢喝水。好辛苦哦！你就算想要你当下你可以去加油站，有时候你上下班时间卡到路中间啊，所以他们都不喝水。那不喝水，你就久而久之，其实身体就有健康状况会低。我身材体脂那么低，是跟我喝大量的水有直接的关系。那我就水立刻喝起来，喝4、5千，我都会喝到4、5千。好，下一题是客人全身湿哒哒搭车，还是在车上缝隙塞垃圾？你选的是湿哒哒，两个都有，我宁愿他湿哒哒，因为湿哒哒是他逼不得已，对，他逼不得已嘛，他淋到雨什么，可是问题塞缝隙就是很不道德的事，我们常遇到啊。我最怕是那个把手的地方，因为另外一个乘客会摸到，就是你一摸就，然后塞卫生纸啦，然后筷子，我还被塞过那个。他吃那种类似大汉堡热狗，然后竹签就丢地上，也是都很真的是很夸张哎，就是自己的垃圾自己带下车，为什么要把它塞在？然后喝完了奶茶的饮料啦，然后倒掉，其实倒掉你跟我讲，我也不会要你多钱。所以有时候我开习惯，因为生意好嘛，然后就闻到一些怪味，之后才发现说原来它的有乳制的那种饮品倒掉，它没有酸掉了。如果是黑咖啡就算了，它没有蛋白质。可是你今天有蛋白质，很臭哎。然后你车上又热嘛，有时候你下车怎么样？然后热的话，它就发酵，就会有那种产生一些反应，就很臭。然后他们都不讲，我比较不能接受是你偷偷做这些，因为这个是关乎到人性的问题，我觉得这个很不好。但是湿哒哒是可以逼不得已，你逼不得已，那就是互相体谅，反正是水没有差，对啊，好，我是这样。下一题是被夸奖身材好摸一把，还是被夸奖身材好帅，然后要电话？你选择的是我觉得要电话是我可以接受的，因为要电话不要接，对这样不然交换赖啦，交换就封锁，不要交换赖，他会封锁你。这我封锁是我蛮常做，因为很多人他不是，因为我们通常都会给要我的电话很简单，不是因为我很爱给，因为很多人就透过下次跟我搭车的那种理由去要电话以后要叫车就直接打给你结果发现他以后都没有要跟你叫车，而是都有时候突然找你说自己很无聊啊，跟朋友吵架，然后关我什么事啊？我那时候我还遇到有人突然打给我，然后喂，你猜猜我是谁？你猜猜我是我差点骂下去，我说我怎么会知道你是谁啊？然后他说他是某一个乘客你知道是你服务过乘客，你又要低声下气这样。不是你载过那么多人，你怎么会记得谁是谁？对啊，但他们就认定说我一定记得他那最后再跟大家介绍一下这本。自由中的自律要去哪里买？自由中的自律，上字是不是？突然有点不知道什么。搜寻魔体文创，对，魔体文创的我们，或者是从我的脸书啦，因为这次我们没有透过一些经销去发行，那就是算是在魔体文创它有提供一个平台，那个平台可以透过我的脸书，就是粉专，我只是计程车司机是可以找到的。
好，如果有需要，就欢迎大家，拜托大家的支持了，谢谢。真的是里面我觉得就是很扎实的内容，有好看的照片，也有好看的他的一些心路历程，推荐大家这本书。谢谢。传播地频道，我们下次见喽，拜拜。我被说像哈士奇，然后拉布，还有萨摩耶啊，所以被他讲走了。对，就是因为刚好2只都是那个老虎。接来个2只老虎，对，2只老虎。我这一集要崩溃了，他很接。这么呆萌又高大帅气的男友，你想要吗？赶紧买票来参加 Fairy and Lock'n'Roll 联合13家同志友善店家举办的圣诞暖心活动 White Party， 现场公益竞标就有机会让韩系欧巴 Nick 当你的一日男友哦。当天活动表演嘉宾还有实力派天后彭佳慧、周慧、林凡以及动感十足的 FJ234。这次活动盈余主要会使用在支持台湾南部跨性别社群，让我们一起嗨，一起疯，一起做公益。Hello， 大家好，我是传播帝。如果你喜欢我们频道的话，请帮我们加入付费频道会员，给予最实际的支持鼓励。那也可以用单次的，超级感谢给我们一些赞助哦。另外，我们所有节目内容都会上架在 Podcast 上面，如果你懒得用眼睛看的话，也可以用耳朵听哦。